帮我们明确一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吗？她是我老婆。什么老婆呀？离婚半年多了还是老婆吗？哦，离婚半年多了。对。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是来，恳求她原谅的，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来准备想跟她复婚。你来的目的呢？我是想来看看他的诚意的。我现在也是想来表述一下我的心情。这3年多以来，我受了什么苦？在这个家受了什么罪？明白了。就是因为他，让我孩子都没有了。我当时孩子的事情是个意外，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那是意外吗？你关心照顾我的话，我孩子会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流掉吗？那时候他们家农村的，他爸妈60多岁了还要下地干活。他那时候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什么事情都不帮忙，搞得我看我4个多月应该没问题。我一想，父母这么老了，我去帮忙，动了胎气搞得不舒服，叫他送我去医院，他都不愿意送。那是真的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是这样，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内疚。孩子没有了以后不是还可以有的吗？你说的这么轻巧，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已经30岁了，我好不容易才怀上那个孩子的。我做完流产手术，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却只顾玩自己的手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暖心的话。就因为这个，2个人就把婚离了，是吗？他不只是这件事情，他以前对我已经做出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我当时为了他，我还违背了我父母的意愿。我父母不想让我嫁到一个外地去，后来没有办法，看我这么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他，我父母才答应了。可是我跟着他之后呢，什么都没有，我婚礼也没有办。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怎么好，倒是以后等我赚了钱以后，我会补你一场婚礼的吧。你赚钱3年多以来，你赚过1分钱给我吗？他不务正业，我那时候就想能够好好过，我就找我父母商量，给他借点钱，因为他有那个理发的手艺，给他开了个理发店。结果他一点都不上心，后来就是赔了呀。他还是觉得他要做生意赚大钱我后来又去借钱帮你去开小卖店，结果开小卖店你一点都看不上那个小钱的生意。赚的都是那种小钱嘛。但是我们没有多大的经济能力，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对不对？明白了。可是他好高骛远，还是觉得这个无所谓。那小卖店现在还在吗？小卖店让他爸妈在帮忙经营的。那你在忙什么呢？后来他爸妈又借了钱给我，又开了个养鸡场。开那个养鸡场的时候，他任何技术都不懂，鸡苗死的死，跑的跑都没有了。就实际上面我这么听起来，等于是做啥不成是吧？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钱都是从你的前岳父岳母那儿借的是吧？是的。前后借了多少钱？你自己想想吧，你自己算算吧，他自己估计都记不清了。借了5万块钱，但是因为他从来不去记这些小的东西，他觉得这几万块钱算什么东西啊？好，我们会发现说2个人可能在经济上面也是比较经济这些方面，其实我都不管的。那他对你好吗？就是因为他对我一点都不关心。哪点不好了？对你还可以啊。这叫可以吗？他那时候说他去长沙打工，他其实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那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也已经求过你，你也不是说不在外人面前说了吗？你现在怎么还在这里说？你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态度？这就是他真正的面目。他说的是事实吗？他自己都承认了的，当时他都承认了，因为他去长沙打工，他没有赚1分钱给我。那钱去哪了？期间他还要我寄钱给他，他根本不是去打工啊，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去的时候是跟一朋友。他合伙做一个饮料的销售生意，然后来他这全都是瞎说，是胡说八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可能这样无风作影的。婚内有出轨的行为，这个你承认吗？你看他敢当着这么多人面来承认吗？承认吗？但是时间也不是很长。你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长可原谅是吧？他已经原谅我了吧？我是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我爸妈知道这个情况，他都努力的劝我，他就觉得。这女人总归不会说随随便便为了一个什么事情就跟一个男人离婚。我爸爸是努力的劝说我，让我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后来你就怀孕了是吧？是的。还想要孩子是吧？是的，因为我嫁给他的时候已经27岁了，然后中间这样颠颠簸簸，我好不容易才怀上了那个孩子。那这个怀孕之后，他人有变化吗？比如说他开始脚踏实地了，外面真的就很了得很干净吗？我觉得怀孕之后根本就没有变，他还是那样好高骛远。对我的态度还是那么的冷淡，因为他觉得怀个孕好像这是女人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你怀孕的时候我们家里不都是很高兴嘛，我也感到很高兴，只是那次真的是个意外。是个意外，你知道吗？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女的来加我 QQ， 她说是你非要缠着她的。那女的就是有问题，我跟她就见过一次面，喝过一次茶，什么关系也没有。你如果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她会那样来刺激我吗？不过就是在网上说了一些事情。我这再三受打击的心，我真的是承受不了。她也就是见不了我过一些好日子、平淡的日子。那也就是说，你除了在此之前的出轨，可能还跟一些女人有点小暧昧，是吧？
也就是简单的聊聊天而已。他对别的女人就那么关心，他对我就没有那么关心的过。那个女的，他说是他缠着他的啊，他说他不会跟他老公离婚，他是有老公的人。他叫我好好养胎，好好跟他生孩子，然后好好过日子。你说我听了这个话，我当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那你这个事儿你跟他谈了吗？我跟他也谈过，聊天记录我可以给他看，真的是什么关系也没有，也就是出来见个面喝个茶。现在他这样说我都不会相信了。后来孩子没有了，我真的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当时我流完产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说孩子还会再有的。流产了以后，我不是安慰你吗？你老哭，还会再有的。你不知道哭的我有多烦。我觉得他就太轻描淡写了。我经常就做梦，我梦见我的孩子在梦里面叫我妈妈。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在的话，该是我多大的一个依靠。可是我现在连这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你破坏了这一切。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以前是有点好高骛远，游手好闲。我不会再承认你说这些，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这些了。不着急哈。他除了好高骛远之外，我听下来，其实在生活上好像他并不是很老实，对不对？是的呀。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还有别的吗？他对我也是不关心不照顾的。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还有别的吗？我不知道他到底还有跟谁联系，跟谁。你日常不太就是妻子怀孕的时候，你也不是怎么关心她，那你日常的这个生活都在做什么呢？有时候做一些零工，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照顾她。照顾我？那你怎么会？你这有一次就因为没人好好照顾我，我还让他送我回了娘家。我想让我父母好好照顾。如果你全心全意照顾他，怎么还会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去喝茶呢？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你是经常上网聊天吗？是。你是经常在网上跟一些人就约见面喝茶什么的吗？是。我们当初认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好。离婚是谁提出来的？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当时看他对我那么冷淡的态度，对我失去孩子之后那么冷淡的表现。当时你就同意离婚了是吗？我看他太激动了，你就离了。是。你什么时候想着要跟他复婚的？就是近半年家里边没有他，感觉不是个味。他要是想让我依靠他，他是最会依靠我了。他把你都伤成这样了，你干嘛今天还来呢？我就是那么蠢，我就是瞎了眼。所以我想问问，在你心里你还有这个男人没有？我不想再有这个男人了。我记得我提起这个男人我就太伤感了。我今天就是想让他在大家面前展示他的真实面目。以后来弥补。你这半年有些什么改变？你告诉我。现在有踏踏实实的上班。上了多久？上了2个多月了。就是说从交往认识到结婚这3年多，你都没踏踏实实上班，对不对？是。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靠谁？靠我老婆。哎呀，气死我了！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它没有无缘无故。我相信，如果在这位女士的心里，如果对她还完全都是恨，没有爱的话，她今天不会来。如果对这个男人和对这个家完全绝望的话，她今天不会来。她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到底是什么呢？老师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这点事儿呢？一直有网友说，我从来不看综艺节目，现在看《爱情保卫战》。我以前也一直觉得这种情感节目说些男生的情情爱爱不是什么正经事儿，但现在看来真的是很有必要。就每当出现像你们这样的在情感上不能自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所有的3位老师都说男生是一无是处，不是的，他是有他的优点。什么优点？出轨视为不忠，不能养家视为无能，不照顾妻子视为冷漠。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忠、无能又冷漠的男人，偏偏长了一张老实的脸，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而且他不光长得老实，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已经有所悔改了。就是这样的一张老实的脸，配合老实的表情和虔诚的语气，才一次次的骗过了你啊！这种人是最害人的呀！你看我，内心善良，却长一张凶相。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不了解我，说涂磊这个人肯定是很凶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其实内心才是这样的，你们误会我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几斤几两，还真不能看面子。你看他站这多老实，左手握着右手，眼神当中满脸的虔诚。
一味的认错道歉，让他下跪，他立马能下跪；让他流泪，立马能流泪。但就是这种伪善，才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了我。我甚至恨不得他在这儿张牙舞爪，我倒觉得还好一点。但我们善良的人，总是容易被这种伪善所欺骗。你信不信？这女生如果男生扑通一声马上跪下，她立马心就软了，要不然她能忍这么久吗？所以说，男生，也感谢你父母吧，长了一张这样的脸。而且这张脸好像还永葆青春，因为你总是有爱情的滋润你，动不动喝喝茶吗？不说你们了，其实你们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要分手。通过你们再说2个社会现象，第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这样保证好不好？以后在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我们再也不说胜利，真是害死人！为了结婚而结婚，真的害死人！我相信很多家庭的父母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会应该感受到。真的不要逼孩子盲目的结婚，为了年龄而结婚，真的是往火坑里跳。碰上这样的人，不是往火坑里跳吗？你不是害死他，宁愿这一辈子做老女人，我也不要嫁这样的人呐，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社会现象，虽然说道德绑架是不必要的，但道德谴责是一定要的。我们对男性的出轨的道德谴责实在是太包容了，我们总是骂小三儿，却很少去谴责男性。就像你也原谅了他，你父母也原谅了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女的吧，一出轨吧就红杏出墙，说的一塌糊涂；男的一旦出轨吧，就过一阵2、3天他就过去了，然后所有的棒子全打在小三身上。其实出轨的那一方才是最可恶的，小三是其次的。我就说这3点，其他的我不想再多说了，我只拜托你一句：你心太软，你心一软就想着那孩子死也不出来。